这绝对是我看过最感人的恐怖片，它就是由舒淇主演的《见鬼2》。人世间究竟有没有鬼？看完这部电影，你或许能够有所感触，赶紧艾特你的大冤种朋友一起观看。故事开始，女主阿文自从与男友分手后，便独自一人来到了泰国。内心绝望的她开始疯狂购物，试图能够麻痹自己糟糕的心情。可即便如此，她还是放不下对前男友的思念。当天晚上，阿文服下一大把安眠药，随即拨通了前男友的电话，想要与他做最后的道别。可谁知对方接到电话，神情立马变得紧张起来，随后挂断电话，匆忙离开。阿文悲痛欲绝，而就在这时，药效开始发作，阿文痛苦不堪，神情也开始恍惚起来。迷迷糊糊间，他看到自己身边围满了阿飘的身影，随后阿文就陷入了昏迷。好在酒店服务员及时发现，将他送到了医院，阿文这才成功捡回一条命。在鬼门关走了一遭后，阿文决定放下过去，好好迎接之后的生活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可渐渐的，阿文发现自己时常能够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。上出租车时，阿文猛地看到一个面色铁青的男人坐在后座，吓得他赶紧离开。司机疑惑不解，后面难道不是空无一人吗？之后阿文来到咖啡厅，试图让自己冷静一下，可一转头再回头望去时，阿飘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。阿文彻底被吓坏了。晚上洗澡时，阿文对着手里的玩偶自言自语，可就在这时，他竟从水中看到了一个女人的身影。阿文吓得急忙向外跑去，可不料突然被什么东西从背后推倒在地。当他睁开眼睛时，竟然在地上又看到了那个女人。接连的诡异事件几乎让他崩溃。隔天一早，他来到药店里准备买点治疗跌打损伤的药，可医生在把脉之后竟告诉他已经怀有身孕。这突如其来的惊喜让阿文显得有点猝不及防。之后他来到地铁站坐车回家，这时一个女人推着婴儿来到了身旁，看着可爱的宝宝，阿文不禁嘴角微微上扬，自己也快是有孩子的人了。然而就在这时，他再次看到了先前在浴室里出现的那个女人。女人死死盯着阿文，像是要告诉他什么。这时地铁缓缓到站，女人看了阿文一眼后，突然发疯似的冲向站台。阿文下意识的想要阻止，但为时已晚，女人已经跳进了轨道之中。事后阿文被带到警局问话，他被误以为是想要自杀。阿文苦苦解释自己刚刚看到的一切，但根本没人相信他，因为下面连一双鞋子都没有找到。阿文显得有些不知所措。之后他来到超市买了一些牛奶，独自一人走在回家的路上。然而就在路过拐角处时，突然一个男人出现在了眼前，将他迷晕了过去。接着就要行不轨之事，可就在这时，男人突然神情紧张，像是看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。之后阿文被送到了医院，警察在对他做笔录时告诉他色狼已经被他咬得体无完肤。阿文听后疑惑不解，因为他根本不记得发生这一切。转眼之间已是3个月后，为了能更加好好照顾即将临盆的孩子，阿文报了一个产前培训班。可就在上完课准备回家时，他突然听到隔壁传来了女人的哭泣声。阿文小心翼翼地走过去查看，原来是一对男女正坐在角落里，只见男人脸上长着一块胎记，神情很是诡异。阿文好心上前安慰正在哭泣的孕友周太太，还告诉男人一定要好好照顾妻子。可听完阿文的话，周太太瞬間嚇住了。就在阿文问对方是谁时，周太太突然惊叫起来。之后阿文被送到了医院，就在要进入电梯时，一名即将临盆的孕妇被推了进来。此时正在运行的电梯突然发生故障，灯光变得忽明忽暗，眼看孕妇就要临盆，护士当即决定就在电梯里接生。然而就在这时，阿文突然看到一个阿飘的身影从电梯上方缓缓而下，只见女阿飘径直朝着即将临盆的女人腹中钻去。就在这时，婴儿产下了，可却是一具死婴。女阿飘看到这一幕，随即便转身看向了躲在角落的阿文，接着就要一头钻入腹中。阿文被吓得大声惊叫，口中还不停地说着别伤害我的宝宝。神奇的是，女阿飘竟然真的退了回去。经历了这一系列的诡异事情后，阿文再也坐不住了，于是他找到当地享有名气的法师，想要弄清楚事情的缘由。大师告诉阿文，他这是被鬼魂缠上了，因为将死之人和孕妇正是鬼魂最喜欢的群体，他们要么是为了寻找替身，要么就是为了转世投胎。大师还说，面对鬼魂无需惊讶，只需平常心去对待即可。然而说的容易，做起来却很难。晚上阿文在洗漱时，一抬头竟然看见一头老鬼就趴在柜子上。在坐出租车时，后座竟又出现了一个长辫子女鬼。眼看着女鬼缓缓朝着自己靠近，阿文被吓得恨不得跳车逃生。随后他来到公交站旁准备坐车回家，可下一秒
这天阿文来到医院接受孕检，可谁知那个女鬼竟出现在了 B 超影像里。一想到自己即将出生的宝宝居然是女鬼牧养，阿文崩溃的放声尖叫。为了弄清楚女鬼究竟是谁，又为何总是缠着自己，于是阿文再次找上了大师。可大师却说因果轮回生生不息，凡是投胎的鬼魂都和宿主有着某种因果缘分，他们守在宿主的身边，静静等待着投胎转世。这下阿文彻底懵了，说自己从来没见过那个女鬼，为何就单独找她？可大师听完却说凡事皆有因果，不必在意。然而身边时常有鬼魂作伴，自己又怎能达到无动于衷？为了引出女鬼弄清缘由，回家后阿文假意上吊寻死，可刚一上去自己就摔了下来。见女鬼迟迟不肯露面，无奈之下阿文只好找自己身为记者的朋友，让他帮忙调查前段时间是否有女乘客跳轨轻生。结果一查却令他毛骨悚然，好友告诉他前不久有一个女乘客跳轨轻生，或许就是你之前看到的女阿飘。阿文循着上面的地址来到了女人生前的住所，他满怀期待地敲开房门，结果开门的竟然是自己朝思暮想的前男友。原来这个渣男在与阿文认识的时候已经有了家室，而死去的女人就是他的妻子。妻子在得知情况后一气之下竟用死来报复丈夫，在他死后灵魂一直徘徊在阿文身边，并三番两次的想要谋害其性命。而在得知阿文有了身孕后，却又想借机转世投胎。这天阿文肚子疼痛难忍，他被紧急送到了医院产房内，结果当天晚上他却看到了无比诡异的一幕。医院里另一名孕妇即将生产，此时一名男阿飘竟从病房上方缓缓出现，接着一头钻进了孕妇肚子。看着眼前的一切，阿文被吓坏了。随着一阵婴儿的哭泣声传来，孩子顺利出生。可当阿文看向孩子时，竟发现他的额头上也有一块胎记。阿文明白了，这是鬼魂转世在了婴儿身上。联想起大师曾对自己说过的话，阿文彻底崩溃了。他不想让自己即将出生的孩子变成一直跟着他的那个女阿飘，于是趁着夜色，阿文偷偷溜出产房，一路来到了天台边，接着纵身一跃跳了下去。奇怪的是他并没有死，于是他选择再来一次，可结果依然没有改变。这时那个女阿飘再次出现在了眼前。我不能让你死，我求你让我走，我只想忘记所有过的事。听完女阿飘的话，阿文双眼含泪。同是女人，她们都很悲情，于是阿文不再抗拒，任由女阿飘钻进了腹中。影片的最后，阿文顺利产下了一名女宝宝，可他一时也难以接受。这时隔壁的孕友抱着孩子来到身旁，高兴地说孩子跟他外公长得一模一样，就连额头上的胎记也未曾改变。阿文看着照片上的男人，一眼就看出他正是那晚投胎的幽灵。阿文明白了，原来幽灵是女人的父亲，虽然已经死去，但他转世来到孙儿的身上，继续守护着女儿，这就是父爱的伟大。所谓因果转世，或许就是如此。想到这里，阿文终于释怀，他抱着宝宝露出了久违的笑容。前世冤家，今世母女，一切心结彻底放下。虽然是一部恐怖片，但故事的内容却令人感动，也让人深思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。